欢迎收听《茶学笔记》第1季第6集。满肚子胀气，排不出，当心是大肠癌警讯。普洱茶加速肠胃转运78% 的科学真相。这里是致力于探索茶叶科学的《茶学笔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季第6集了。不知道大家最近吃完大餐之后啊，肚子是不是常常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就是严重胀气，甚至好几天排便都不太顺。其实不只是单纯的消化不良哦，长期的这种满腹委屈，甚至有可能会增加大肠癌，也就是 colon cancer 的潜在风险。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茶学专家来和我们聊聊，当这个肠道发生大塞车的时候，我们手里这杯茶到底能帮上什么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代人久坐又外食，肠胃卡卡的，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痛点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常喝的普洱茶，其实在科学上是有很明确的，促进肠道蠕动，帮助肠道节奏恢复的效果。在传统观念里，大家都会说喝茶解密，但我们茶学笔记最讲究的就是科学实证了。老师能不能帮我们用科学数据来破除一下迷思呢？没问题。根据一篇发表在国际知名的分子医学期刊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上的研究科学家针对那个用活性炭诱发便秘的小鼠进行了很严谨的实验，结果揭露了一个可以说是蛮惊人的核实数据当给予特定浓度的普洱超萃取物之后，竟然能让原本停滞的肠道重新动起来，大幅提升了78%的肠胃转运率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rate）。哇，等一下，大幅提升了78%，这听起来也太有效率了吧？那这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是茶汤里面有什么神奇的成分吗？这个机制就很有意思了。数据显示，普洱茶它不只能提升血液中的胃动素 （modeling）， 简称 MTL， 还有胃泌素 （gastrin）， 也就是 gas。更关键的是，会抑制肠道活动的那个生长益素 somatostatin， 简称 SS， 反而下降了。再加上茶汤中富含的回脾素 quercetin， 还有山奈酚 camphor， 这些黄酮类物质，这几个机制加总起来，就是科学界认证能够缓解胀气的原因。不过，在这里我也要呼吁大家保持客观。普洱茶虽然有极佳的预防跟保健潜力，但它终究是机能性食品 （functional food）， 而不是什么神丹妙药。如果肠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还是要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师的协助。专家的提醒非常重要，茶是保养而不是治疗。不过老师刚刚提到那个78%的推荐率，还有那些专有名词，听起来还是有点生硬，能不能用我们比较好懂的方式来比喻一下呢？当然没问题。我们可以把人体的肠胃道想象成一条长长的高速公路。当你吃太饱或是长期久坐不动的时候，这条高速公路上就会发生严重的交通大塞车。那刚刚提到的胃动素与胃泌素，就像是这条公路上的交通警察。喝下普洱茶，它并不是像吃强类泻药那样开着推土机把车子暴力推走，而是给了这些交通警察，超级扩音器跟指挥棒，并且把生长益素，这个就是那个紧咬不放的手刹车给松开了，让他们更有能力来指挥交通，重新启动肠胃，让原本停滞的车流能够顺畅地往前开。哇，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原来普洱茶是给交通警察发了超级扩音器。不过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它让食物走得这么快，提升了78%的转运率，那我们的营养会不会来不及吸收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小肠吸收营养主要发生在前段，整个流程变顺，其实不等于来不及吸收。在刚刚提到的那篇研究里，完全没有看到小鼠出现营养不良的状况，反而在这个模型下，喝了茶的小鼠，它们的饮食量和饮水状态都更接近健康的水平。所以它比较像是让你的消化节奏回到正常的循环，而不是让营养直接流失掉。听您这样解释，我就放心多了。原来是节奏回到正常循环。
那既然科学实证了普洱茶的推动能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最聪明呢？好的，这里给大家3个具体的饮用建议。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饮用时机。请把这杯茶安排在饭后半小时喝，这样既能发挥加速肠胃转运的效果，又不会因为空腹喝茶而过度刺激胃壁。为什么关键是饭后半小时？很多人吃完太撑，习惯就立刻喝杯茶解腻，不能饭后就立刻喝吗？这就问到重点了，为什么不能饭后马上喝？这涉及到一个启动时机的问题。刚吃饱的时候，你的胃部就像一台刚装满货物但尾门还没关好的卡车。如果这时候你马上补一脚油门想要加速，那股瞬间的压力反而会把货物往外挤，也就是把胃酸挤上食道，导致逆流感更明显。等个半小时，让货物也就是食物先安置妥当，空间压力稍微释放，这时候再启动，这台车才能跑得又快又稳。原来是这样，半小时是为了安置货物，避免那个逆压。对，除了时机之外，第2个重点是茶款的选择。相较于生普，经过渥堆发酵的熟茶，它的茶性更加温润，对肠胃的包容度更高。最后就是温度的control，请尽量饮用温热的茶汤，大约落在摄氏60度C 左右最刚好，避免高温烫伤食道。好的，饭后半小时选择温润的熟茶，搭配60度C 的温热茶汤。这3个重点大家都有记下来了吗？希望今天的茶学笔记能帮你破除迷思，为你的肠胃找到一台温和又科学的强力发动机。我们第1季第6集就到这边，感谢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喽。谢谢大家，我们